做于细，方成大事。1、2、3。做于易，可攻难事。巨细、难易这两对天地之间的平衡，演绎出世界上所有重型装备的力量魅力。凡是重器，必有灵巧自如的本色；凡是灵巧的技能，必有稳若磐石的根基。难易巧拙之间的碰撞，演绎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未知的探索。今天，我们一起亲历那些连桥梁于山海之间，通坦途于天堑之际的故事，看那些重型装备如何舞出巧夺天工的优美姿态，如何在大地苍穹上巧绘出美丽的印记。黑带沟煤矿，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技术人员正在为每20天一次的爆破做着准备。还能走一走吗？再走走，再走走。承对，充电完成，为这里具备起爆条件。黑带沟露天煤矿，2020年南8次超次爆破，准备起爆。5、4、3、2、1，起爆！爆破后，170万立方米的碎石需要尽快移出采煤区。这个巨无霸一斗可以产起60吨物料，接近1节火车皮的容量。最大挖掘高度18.7米，相当于7层楼的高度。驾驶员付强1个上午就完成了400多次挖桩。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700吨超大型液压挖掘机。随着煤矿的现代化，大型挖掘机也成为标配，机器越大，效率越高。此前，只有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能够研发制造。现在这台设备是咱们的神州第一挖嘛。被称为神州第一挖的这台挖掘机，强悍的动力来自于2台功率17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这相当于近30辆家用小轿车的动力。而10几年前，200吨以上的超大型挖掘机还必须从国外购买。今天，从200吨到700吨的超大型挖掘机，中国都能够制造。同样完成超大型液压挖掘机的研制，国外用了20多年，中国只用了7、8年。副师傅，我们现在到下一个场地。走吧，开始了。虽然只有500米远的转场距离，但是对于重700吨的超大型挖掘机来说，每分钟只能行走30米，每一步都像孩子蹒跚学步一样小心。太快了，晃的。富强格外谨慎。700吨挖掘机的左右2组14个支重轮逐个悬空，在一瞬间，只有2个支重轮支撑着整机700吨的重量，稍有不慎，车辆极易失去平衡。这考验的是挖掘机行走系统的平稳流畅。17分钟后，顺利转场。神州第一挖来自江苏徐州的这家工厂。来，行长，请。同时往南走。此时，工厂里生产的是400吨挖掘机，工人们正在组装行走系统。引导轮组件插入纵梁的过程一定要保证水平，避免引导轮与纵梁发生碰撞。引导轮座嵌入纵梁的过程最为重要，
四周的安装间隙只有5毫米，这就像吊在半空中完成穿针引线的高难度动作。不同的是，这根针足有2吨重。看着，进，停。引导轮就像挖掘机行走时的导航员，它要与履带板严密配合，保证履带不摇摆、不跑偏，车辆行走平顺。轮子中心与纵梁中心误差必须严格控制在3毫米以内。好，停。这种履带式移动设备最大的魅力，就是自己边走边给自己铺路。轮子走的路是履带板铺好的，这就像一场由上千个零部件组成的行走大合唱，重量越大，配合要越严密。行走时，引导轮要指挥支重轮、驱动轮、拖链轮与履带板严密配合。4种轮子和履带之间的关系如孪生兄弟一般行动一致，灵巧应对各种复杂工况。扣上履带板，上下对准，插上销轴，4轮一带组装完成。检测、验收、出厂。这台为国外定制的400吨大型挖掘机，完成了它在中国制造链条上设计、制造、组装等一系列环节，踏上远征世界的征途。珠江三角洲，连接粤东粤西的虎门大桥，交通最高峰时，日通行车辆曾经达到近20万辆，2倍于设计通行能力，堵车成为常态。东莞一堵车，世界电脑就涨价，说的就是这里。为了缓解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拥堵状况，一条新的通道正在建设。这就是连接深圳与中山，比港珠澳大桥还要宽2条车道的深中通道。先打7号车，把7号车打完再打6号。好的，好的。这里就是打造深中通道沉管的基地，长24公里的深中通道，双向8车道，汇聚桥、岛、隧、水下互通多种交通方式。其中最难的是5.035公里长的沉管隧道路段，由32根管节组成，这是世界上首例特长钢壳海底沉管隧道。第3节沉管已经浇筑完成，这次采用的是钢制沉管外壳，内部浇筑混凝土的方式，浇筑后重量达到8万吨。但是，全世界没有一条船可以独立完成运装8万吨沉管的重任。索旭红是深中通道的测量主管，曾经亲历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在他看来，这次的任务比港珠澳大桥更艰巨。港珠澳我们是团队一起努力，创造了港珠澳大桥滴水不漏的世界奇迹。虽然港珠澳大桥的顺利贯通为深中通道趟出一条成功之路，但是建设港珠澳大桥时，由8条拖轮拖着沉管前进，就像8个大汉拖着1个孩子在游泳。而当时的作业深度、风航条件是深中通道无法复制的。这里航道狭窄，每天有4000艘船舶出入，这一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而我们之前就有过构想，我们能不能制造一艘船，直接是它具有自己的动力，直接它自己拖着沉管走。这就是中国工程师们专门打造的一艘双体船——一航金安1，集运装于一体，可以抱着8万吨的巨型沉管前进。集复用安装一体的这种动力船，是在世界是属于一个首创，也是我们中国人是用自己的智慧
然后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船舶。安装第3根管节的时候到了，出发前，索旭红要详细检查一下设备。何安亮，你那边再看一下设备正不正常？咱们测控系统作为施工的眼睛啊，咱们要每一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接头要做详细检查。10台推进器安装在一条船上，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这样的配备正是为沉管运装而设计的。明天就是正式安装第3根管节的时候，1根管节造价2亿元人民币，谁也不敢马虎。今天我们先检查的是2台主机的这个燃油系统。对于轮机长郭军来说，船舱是他检查的重中之重。这里是一航金安1的心脏，能够抱着一个相当于中型航母重量的巨型沉管前进，它的推动力就来自于这里。2台9280千瓦的推进主机为全船提供前进的动力，逐个活络高压油泵的齿条，确保发动机可以精准顺畅调节进油量，确保工作时运转流畅，不被卡死。那些都活络好了吗？都可以。检查完毕，已经是第2天凌晨。教官早晨好，一航金安1深中通道第3沉管现在开航，向你报告。好，收到，注意安全。不过，一个更大的挑战横在面前。50公里的航路，一体船需要航行9个小时，其中1.3公里长的 S 湾是必经之路。2万吨的一航金安1抱着8万吨重的沉管，总重达10万吨的大家伙，底部距离水底只有2.4米，75米的一体船要在200米宽的航道里行驶，考验前所未有。看似平静的海面，潜藏风险。还有300米就要转弯了啊！海风现在到1次弯了啊，1次弯了。我们这会儿都盯紧1点，现在流增加了啊，也0.7米，0.7了。索旭红最担心的就是涌流突然加快，这对于10万吨的巨型胖子来说，要在海中调整航向，控制只在眨眼之间。0.1秒的操作失误，就会导致一体船冲出宽度140米的绿色安全航道，甚至因惯性冲出航道外30米的黄色警戒区域。一旦一体船搁浅，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前一次经过 S 湾时，由于突遇顺流，船体转向过慢，采用全球最先进的动力自动控制系统突然失灵。为了避免类似的危险再次发生，这次索旭红和船长决定采用更具挑战性的方式，全手动操控。不用送，直接顶吧，插头那个车费大一点啊，插头那个大一点，不用绑。在一个操作台上兼顾10台推进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考验一体船的实力，也考验团队的配合能力。这人工控制的可以啊，我这里20分钟，一航金安1稳稳通过 S 湾。即将进行的沉管安装是又一场考验。你要装到1公分以内，你不好移动的。然后在海里面难度更是大，然后因为有海浪、海流，然后整个我们岛头区还有绕流。8万吨的巨型胖子，要在看不见的海水中安装，这就像士兵摸黑装枪栓。只不过更难的是，要在8000多平方米的接触面上实现毫米级的精度。
突然，索旭红发现定位数据出现了偏差，北斗数据与全球定位数据出现了2厘米的误差。选择哪一个实施安装，直接关系着整条沉管的精度。调一调，就还是看北斗。现在看这边是都看这边是好的，密切关注啊，密切关注。在那边比的，就北斗跟这个的精度相当，还是北斗有时候比那个定位的还好一些。紧张比对，快速判断，立即执行。抱好，还是抱好，拉合。沉管缓缓落位。沉放、脚移、对接，过程实时监控。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30分钟后，对接成功。报告总指挥，深中通道13管节上塔数据及潜水台光显示各项指标满足设计要求，请您指示。安装成功。最终测量数据显示，首端偏差值3.4毫米，尾端偏差值9.8毫米，远远优于设计要求的50毫米误差值，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北斗定位毫米级测控的安装精度。2024年，深中通道将全线贯通，那时它将成为珠江口东西两岸产业升级的走廊，为珠三角的腾飞注入强劲动力。越来越密集的高铁穿行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桥隧比是彰显高铁施工难度的核心指标。现在修建的高铁桥隧比在80%以上的越来越多，必须借助这样的重型装备。往下半公分。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3臂凿岩台车，是一台拥有3头6臂的大型装备，像身怀魔法的变形金刚。它是隧道施工的先遣兵，承担打钻开山的任务。显示屏上的小点就是钻孔的位置，工作人员只需要对图定位就可以控制钻杆。155平方米的工作断面，240个爆破孔，2台车，6只手臂，4名操作员，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是全球最快的速度。钻孔、装药、联网，工人们已经非常娴熟。每一声爆破都是一次礼赞。3臂凿岩台车任务完成，就是启动隧道挖掘铁甲军团的开始。清运、支护、注浆，一气呵成。每天往前推进8米，效率是以前的2倍，而且施工质量和安全更有保障，尤其适用施工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高家坪隧道是郑万高铁湖北段的重要工程，全长3262米。郑万高铁修通后，将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铁路网，实现中部地区2小时经济圈。为了推进施工进度，业主方提出要给予更多的服务支持。张海涛特意来到现场，他是3臂凿岩台车的总负责人。邓师傅、卢师傅，我看这个显示屏上面
我们做的那个目标点位有一点点偏差，这个偏差咱们现在能不能接受？目前我们那个业主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有误差的话会导致破挖，将增加我们的施工成本。希望还能再改进一下。回去之后啊，也会想一些方案，尽量去解决您这个问题。精度控制的关键就在开山打钻的前沿阵地。看似简单的问题，对于凿岩台车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凿岩台车打钻就像打台球，不过是击打10米外的球，而且还会遇到不同硬度的岩石，就需要让机器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动作灵活迅捷，力量控制自如。这是全球的行业难题。解决的希望就在这个研究院里。我们以前的话，就相当于是在我们液压系统，油液都是有一个气软怕硬的一个状态，对，就油液都是优先往压力小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个执行机构，一个执行机构压力低，一个执行机构压力高。如何让油液分配合理，而不是挑肥拣瘦、欺软怕硬呢？突破的关键是液压系统。液压系统的45个复合动作决定着钻孔的精度与质量。张海涛他们设计了一套智慧的电液负载补偿控制系统，可以让液压系统通过感知岩石负载来反馈并控制液压油量，实现150多平方米工作面上厘米级的控制精度。今天我们要装配的是凿岩台车的液压系统，液压系统是我们整机动作的一个装配的一个关键。我们在安装这些阀的时候啊，一定要快，我们不能让这些阀暴露在空气里面太久。解决的方法有了，马上实施。这个8组多路动作联控阀，就是被张海涛视为宝贝的秘密武器。它就像人的神经，可以精准灵敏地感知、接收臂架动作产生的压力，并将这些信号反馈给液压泵。阀芯内的动作配合都是微米级别的。安装必须快速准确，确保阀内不能进入任何杂质，这样3B 凿岩台车工作时才能驱使液压油顺畅流动，液压元件不发生卡滞、失效等状况。这个不大的部件是稳定控制阀，这是张海涛他们优化升级后的部件，可以大幅减缓臂架工作时的晃动，提高运动精度。把管子拿过来喽，慢一点啊！等一下，我拆盖子。1、2、3，来吧，2、3，好吧，上去，好。 3天后，110个液压组件全部安装到位。等待它的是一个比实际工况难度增加30%的测试。推进梁下一点，往前走，好 ，OK。 张海涛与同事将高家坪隧道的各项数据输入负载模拟试验台，同样是隔着10米远击打台球，同样是面对坚硬的岩石。目标点在显示屏上面是否已经重合？是的，是的。好，现在把推进梁缓慢地推出，顶到混凝土块。 好的，好，把钻头缓慢地推出来，顶到混凝土块。那偏差是多少？3以内。台车精度误差控制在5厘米以内，这是目前国际上的最高精度。
这让隧道施工精度提升了1倍，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拥有超强性能的3B 凿岩台车被川藏铁路选中，在海拔3、4千米的高寒缺氧地带，他们将再次彰显超强的威力，演绎一曲刚柔并济的高原芭蕾。中国的隧道建设规模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的隧道修建技术和装备已经领先世界。是这个是这里头也是空心的吧？这是风扇吗？这一边是20。这台红色的架桥机模型是世界上首台1000吨级运架一体机“昆仑号”。2辆就有400多吨。这个是400多吨。400多吨是什么概念？台重。相当于80头大象。万鹏正在想办法给小朋友们讲清楚架桥的原理和它最具魅力的平衡稳定支点。一个大轴承呢，它既要承受这个压力，也要能承受拉力。那么在前轮走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后面的这个轮子要有一定的这个转动的这个活动量啊，对，要不然不就憋死了吗？对吧？2档起，2档起。1号车2档起钩。此时，真正的昆仑号正在福厦高铁上施工。在35米高的桥面上，自重1000吨的昆仑号正在套梁，它即将前往梅州湾架设现场。好，准备完毕，准备完毕。出发前，万鹏要仔细查看一下设备。这个直径1.4米的关节轴承，就是他给小机械迷们讲解的平衡支点。这种特殊的关节轴承由2个球面组成，通过球面滑动来调整方向，既能承受上百吨的拉力，又能在1000吨压力下自如转动。这个独一无二的设计，就是平衡稳定的秘密。好，前方大车右移，大车右移。长116米的昆仑号提着重1000吨、长40米的混凝土箱梁，像一根巨型扁担一样驶往2公里外的施工现场。慢一点啊，慢一点，注意过弯，注意啊！正在经过的这段弯道，正是他过去2个月里架设完成的。昆仑号让架设40米长高铁箱梁成为现实。与32米传统箱梁相比，采用40米箱梁，每公里可以少用6个桥墩，节约造价700多万元，让梅州湾大桥架设工期可以提前1个月，而且还会让高铁运行更加平稳。1小时20分钟后，架桥机提着箱梁到达梅州湾中心的架设现场。如何让重达1000吨、长40米的箱梁稳稳地送到前方的桥墩上？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如果说就是前后重量不平衡的话，它就像跷跷板一样，就翘起来了。架桥机驱动着前端的立柱向前，支在前方的桥墩上。这个时候，架桥机像大力士一样，大轴承像人的腰胯一样，举着1000吨箱梁往前行走42.5米，到达落梁位置。前面已经到位了。2个小时，又一孔箱梁架设完成，误差控制在5毫米。这是昆仑号的第100次成功。
那么现在我们有能力去设计、去制造比国外更先进的这个工程机械了。那么我想，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会有进一步的提升，会向着这个更高速度、更高的标准去跨越式发展。一条新的交通要道正不断伸向远方，中国高铁正在全速跨入一个新时代。这艘红色的船舶是雪龙2号，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破冰科考船，即将前往南极执行科考任务。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的是雪龙2号的冰刀，这是船首厚达10厘米的特殊钢板，即将在极地科考发挥强大的威力。你往前走，慢一点，慢一点，慢走。除了这个独特的冰刀，雪龙2号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可以360度旋转的吊舱。吊舱是雪龙2号完成双向破冰最重要的专业设备。遇到坚硬冰脊时，雪龙2号的吊舱推进器可以旋转180度，螺旋桨在海面下旋转削冰，把10多米高的冰脊从内部掏空，实现破冰。出发前，轮机长黄荣对这里的检查也格外仔细。那我们等会儿到吊舱里面，到这吊舱里面看内部情况。吊舱的检查保养异常重要，也绝不允许任何异物掉落进去，否则设施有短路风险，对雪龙2号来说将是致命的。一个对讲机，好了。黄荣和同事仔细护检，确保身上没有任何异物。啊，没有。啊，手表要注意，这个是经常要注意的。好。下来过程中不用急的，慢慢的，顺便看看有没有旁边的有没有漏油啊，检查这种地方。吊舱入口仅容1人进入，错综复杂的内部密布管线。这些管线控制着吊舱的旋转角度、各种油路和电气控制器件，至关重要。所以这里要求我们不能太胖，太胖没法检查。我们雪龙2的吊舱还是有点特别，是属于破冰型吊舱。但我们吊舱它能360度的话，这样直接整个向能转过来，它又能产生推进器的功能，又能形成舵的功能，所以把它2个合二为一。那我们上去吧，好吧？这里内部这边吊舱也可以。检查完毕，启航南极。魔鬼西风带是雪龙2号前往南极的必经之路。这里常年盛行强劲的西风和涌浪，是过往船只的噩梦。雪龙2号顺利通过魔鬼西风带，与雪龙号相遇。有个纪念，雪龙在身后。雪龙2号强劲的动力来自于4台总装机容量23兆瓦主柴油发电机组，只需启动1台就可以实现12节的航行速度，续航力可以达到2万海里。双龙相继顺利通过魔鬼西风带的考验，奔赴南极，开启了中国首次双龙极地科考。南极，地球的最南端，科考的最前沿。南极大陆95%以上为冰雪覆盖，破冰能力直接决定着极地科考船能走多快，走多远。冰区是科考路上又一个避不开的考验。
此时，雪龙2号的冰刀借助动力砸向冰层。雪龙2号顺利突破1.5米厚的冰，再加上0.2米厚的积雪，保持着2.5节的航速前进。雪龙2号历时10年建造完成，是全球第一艘可以首尾双向破冰、可以全海域作业的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南极，迅速开始科考作业。能否准确多段面的观测南极，需要科考设备的可靠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CTD 设备，它能否顺利的投放，直接关系到科学家对海洋剖面温度、盐度、叶绿素等基础参数进行观测的可行性。它主要是用来采集深海的一些各层次的一个海水。这个我们的这个 CD 是6000米耐压，所以它可以采集6000米以前的这个各层次海水。这次共完成上百次采水作业，同时采集南极磷虾、测试月池、收放前标等任务一一完成。乘风破浪正前行，科考船能走多远，直接决定着极地科考的舞台有多大。从1984年中国首次踏上南极到双龙探极，中国正在融入全球极地科考的第一方阵。触角延伸到南北极的同时，中国科考团队正在探求深海的奥秘。如果说载人潜水器像火星探测车，那么载人潜水器保障母船就像是运送的火箭，只不过它是往海底最深处运送。这就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载人潜水器保障母船探索2号。它即将进行的首次深潜测试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10000米载人潜水器前往马里亚纳海沟的首次任务能否成行。海深1000米，海深2000米，海深4500米，抵达海试的最佳深度。在这里，将进行7天8次密集下潜，通过多次试验来检验探索2号的布放回收系统。丁鑫是这套国产系统的设计者之一。你一会儿看一眼，它这个跟那个高度能差不多。今天进行测试的载人潜水器是深海勇士号。除了个头比10000米载人潜水器略小，测试流程、任务基本一样。推出、布放、解缆，一切都很正常。开始到水面吧。完成8小时作业后，载人潜水器上浮到水面。等待母船回收，这时候考验着回收系统的安全、平顺与稳定。突然，海上瞬时风力达到7级。可以收的话，你告诉我。地下风，风声太大了，听不到。现在最距是多少？最距现在27。突然的风浪让大家格外紧张。此时，潜航员们还在载人潜水器里，回收不能中断。没拉呀。风浪中，载人潜水器被调离水面。突然，布放回收系统的 A 架出现顿挫，行走不畅。让船能稍微稳点吗？这个船摇得太厉害了。
载人潜水器多在空中摇摆1分钟就多1分钟的风险。大幅度摇摆会导致舱内人员不适，同时也会增加潜水器设备仪器受损的风险。小心手啊！终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载人潜水器回收上来，但是降落的姿势并不优美，所幸没有其他问题。丁鑫和同事迅速兵分几路开始排查。这里是探索2号的绞车舱，地质绞车、光电绞车、液压动力单元、电气控制柜全部集中在这里。经过3个小时排查，丁鑫他们终于找到了 A 架摇摆的原因。这是灯看一下，这保险丝断了，换个保险，先换个保险丝试一下，好吧？剧烈变化的海况导致船舶电压波动，使布放回收系统内部元器件出现了突增的冲击电流，而保险丝熔断起到了防止电流过大、保护精密元件的作用。其实，对于丁鑫他们来说，每一次试验，他们发现问题都能够及时解决。一场惊险过后，又一次下潜开始。这次下潜的任务是打捞一台几个月前放置在海底的水下相机，它记录了海底生物现象鲸落的秘密。鲸的尸体沉到海底会被其他海洋生物分解，这一现象被称为鲸落。自制水下相机被顺利打捞上来。哦哟，的好啊，真好啊，有光。潜航员们沉浸在欣赏照片的喜悦中，早已忘记了回收不畅时的惊吓。865幅照片，完美呈现鲸的尸体一点点被其他生物蚕食的影像，为科学家们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获取了丰富的样本。这次海试最大下潜深度是4500米，机械手臂既要承受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无法承受的巨大水压，还要在水中精准采样。它的奥秘是什么？这里正在组装的一只手臂比测试的那只更加强悍，它是中国第一只全海深液压机械手，从陆地到11000米海底都能自如工作。它可以承受110兆帕的压力，这相当于1个1元硬币顶起一头大象。张奇峰和团队正在做最后的组装。这个部件是水下液压阀箱。潜航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通过它传导到手臂的各个关节，这是一个起中枢作用的关键部件。在10000米海深处，潜航员就像操作游戏手柄一样发出指令，传导到这个水下液压阀箱。它在控制油量大小、灵巧调整手臂上7个关节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测试结果显示，这只机械手臂的关节摆动幅度最大超过180度，最大提升高度3.2米，臂展可达1.9米。伸展状态下可提取65公斤重物，收回状态下可以提取300公斤以上重物。这只中国自主研制的全海深机械手即将开启它的马里亚纳海沟之旅。距离前往马里亚纳海沟还有1个月的时间，中科院深海所基地里，工作人员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这个绿色装置就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你要穿过这个切割机构的话，你之前切过没有？切过，没问题的。没问题。今天，来自沈阳的机械手臂正在进行调试。万米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叶聪也来到了现场。你把手掌整个张开。潜水器配备了2台机械手，左手呢，它侧重于这个载荷，是力量大一些；右手呢，主要注重的是这个精度，它的操作会精细一些。这2台机械手呢，配合的是分工不同。2020年11月10日，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载人潜水器成功坐底，标记了中国深海探测载人深潜的新纪录。再次提醒您，这是此时此刻在万米马里亚纳海沟万米进行的直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这是全球首次电视直播载人深潜，这是人类第一次从海底注视着载人潜水器下潜。因为我们短短用了20年，实现了这个载人深潜的从无到有，然后到最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的话，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的话，像奋斗者号这样的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工业基础的话，会推动我们国家的深海的装备的快速的发展。可下5洋，可上9天。中国的重型装备已经在极地、深海、空天、交通、基建等全方面发力，步伐更加稳健，姿态更加优美，力量更加强劲。